哈密纳桑こんにちは，社长带你看日本。大家好，我是社长刘洋。大家都知道啊，最近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社长公司的移民业务量暴增，每天都是接电话接到手软。而这些来咨询的客户呢，其中绝大部分呢都来自上海。所以社长就跟同事们商量了一下，要不咱们干脆做一期关于移民的节目，就来比较一下中国这个最发达的城市上海以及社长现在所居住的大阪，分别从城市的规模、居民收入、衣食住行、教育、医疗这几个方面呢，带大家深度分析一下这两个城市的生活都有哪些不同之处。好了，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先来对比一下上海和大阪的城市规模。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啊，上海市的面积为6341平方公里，总人口呢是2487万人，在世界上来说啊，也属于超级的特大城市。那么大阪是什么规模呢？如果说你去查百度的话呢，可能会得到面积是225平方公里，总人口呢是272万人，就这样一个数据。这么乍一看啊，好像连上海的零头都不到，这怎么比呀？这或许也是很多朋友有所顾忌的地方，感觉从上海搬来大阪呢，会不会就像从大城市搬到这一个小农村，对不对？心理落差会很大。其实啊，大可不必担心，这是因为中日之间的这个行政区划是有差异的。日本的城市划分得非常细，细到什么程度呢？打个比方啊，社长从大阪市开车到隔壁的神户市是40分钟的车程，那这40分钟的车程呢？途中你就会经过丰中市、尼崎市、西宫市、泸屋市这4个城市。实际上呢，这些城市啊根本就是无缝衔接在一起的，各个市区间呢也没有明显的分隔线，你可以把它们理解成上海的一个区。社长作为一个生活在大阪的人啊，每次去这个京都啊、神户啊，那都感觉像一个住在上海黄浦区的人去闵行区，或者说是去宝山区，对吧？大概差不多这种感觉。所以按照国际的定义啊，以大阪为中心的京阪神地区，实际上是一个有着3020平方公里面积以及1549万人口的大型都市圈，跟上海啊其实属于同一个量级。社长这里还有一个数据啊，可以佐证京阪神都市圈就是一个完全同城的单一城市。作为大阪最繁忙的交通枢纽梅田站，每天的客运量高达240万人次，这怎么可能是单靠大阪市的272万人口能刷出来的通勤数字呢？即使上海最繁忙的人民广场站，也不过是一天80万左右的使用人数。当然了，这个还是咱们4月份之前的数字。顺带一提啊，社长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啊，梅田站每天240万的客运量，在全世界竟然高居第4位，仅次于东京的新宿站、涩谷站和池袋站。更让社长吃惊的是啊，在这个全世界客运量的榜单里啊，前11名的车站都在日本。日本城市的发达和繁华程度可见一斑啊。讲完城市规模啊，我们再来讲讲居民收入。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啊，2021年上海的人均年收入达到78027人民币，为全中国的最高。而大阪是多少呢？根据2020年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开的数据啊，大阪的人均年收入是504万日元，全日本排名第4，折合成人民币呢，差不多大概就是26万多元，是上海的3.3倍。当然啊，不管怎么说，单纯比收入呢是不公平的，还要考虑到消费水平。就像很多人在社长视频下面的留言说啊，日本的物价贵死了，去日本生活根本就是找死。那么事实真的是这个样子吗？消费啊，无非就是衣食住行4个方面，对不对？社长今天就一个一个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先说衣服这一块。衣服这块如果大家不追求品牌的话，中国肯定是要便宜一些，毕竟咱们有9块9、拼多多、淘宝，对不对？但如果说想要买一些牌子货呢，那反而是日本更便宜了，因为这些东西啊，一般进价呢都是按照美元算，原价差不多的情况底下呢，日本的进口关税非常低，所以卖价往往都能低个2-3成。同理的还有一些电子产品，比如有的时候苹果发布新手机啊，日本的价格居然比美国本土还便宜。说完穿的，我们再来说吃的。正好到这个中午饭点了，社长准备去公司附近的 shopping mall 吃个饭，看一看大阪普通上班族们吃饭要多少钱呢？顺便呢再带大家逛一逛大阪的超市，对比一下瓜果蔬菜的价格怎么样。社长的公司在大阪的天满桥啊，就是这个桥就叫天满桥。这附近啊基本上都是写字楼，属于大阪的商务区啊，就类似于上海的，可能有点像徐家汇啊周边的这个感觉。
社长现在来到了位于公司最近的一家 shopping mall， 叫 City Mall， 看看它都有哪些吃的啊！麦当劳面、长崎的面、烧鸟、锅、中国酒家，还有寿司、三明治、炸猪排，还是挺丰富多彩的。其实，我们去看一看它的价格都是什么样子啊！はい、ベーコンレタスバーガーのセットで。はい。持ち帰りですか？あ、持ち帰りです。はい。社长买了一个汉堡套餐，660日元，大概相当于35块钱人民币不到。里边有一个汉堡，有5个炸鸡块，还有一个可乐，3个东西，一共是35块钱不到。大家感受一下日本的物价。其实跟川的类似，如果说你不讲究品质的话呢，在上海的街头小馆吃碗馄饨啊，吃碗面啊，还是很便宜的，对吧？10多块、20块就能搞定。但是如果说像在陆家嘴啊、南京西路这种商务区工作的白领，中午在外边随便吃个商务套餐也都是40-50人民币起步了吧？算下来啊，也不比大阪便宜。我们现在来到了一家叫卡茨欧的一个定时店啊，你看它还是蛮丰富多彩的啊。6个产品，大概都是在800-900日元吧，相当于50-60块钱人民币。你看这边有一个卖鳗鱼饭的，一份鳗鱼饭大概是120块钱左右，他们家还有一些其他定时在1000左右。这有一个中华料理，咱们看一下价格。麻婆豆腐套餐1100。你看，这又有一个是长崎的一个特色面的定时店，也是1000日元左右，大概50-60块钱人民币。拉面店一碗拉面820，跟我们甘蔗牛肉面差不多，我们890。我们是用的牛肉，它是用猪肉，可能稍微便宜一点。至于料理种类的多样性呢，大阪肯定是比不上上海那么丰富，但也没有网上说的那么磕碜，对不对？毕竟大阪也是日本的美食之都，天下厨房啊。就像社长刚刚去的那个美食街里啊，你今天可以吃大阪烧，明天可以吃豚骨拉面，后天可以吃鳗鱼饭，不重样也能吃个大半个月，没有什么问题。总之啊，相比欧美呢，日本已经算是最符合中国人饮食习惯的国家了。我吃完饭逛个超市，看一看日本的物价。水类啊、饮料类一般都是100日元左右，5-6块钱人民币，这个比中国要贵。看这个蔬菜，黄瓜5根200日元，一根40日元，一根2块钱。西红柿2个，一个100，一个6块钱。蔬菜还是蛮贵的，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讲的话。生菜这么点儿138，7-8块钱。洋葱3个228，12-13块钱。基本上在日本买蔬菜就是按照10来块钱一个，或者说几块钱一个这种感觉来。这边属于比较高档的西红柿啊，还挺贵的啊，这一小盒就398，20-30这一小盒。地瓜一个12，这要让我爸妈看到了，肯定就不舍得买，太贵了，一个12。土豆一袋也12，土豆便宜一点。咱们看一个水果啊，这个 melon 哈密瓜，一个70-80。经常有人说到日本之后吃西瓜吃不起，确实贵啊，一个西瓜这个也是100多人民币。这么小的一个西瓜，所以很多日本人买西瓜都是按片买。宫崎县产的芒果5800一个，这应该属于那种送礼的，一般家里人不会买这种吃。青森县的苹果，最有名的青森苹果，红富士嘛，2个498，一个250，一个10多块。草莓的话是一盒498，草莓还可以啊，感觉。大阪超市里最贵的就要数蔬菜和水果了，大概价格呢是上海的2到3倍。虽然说贵是贵了点啊，但是不得不说品相是真的好，而且也都洗得干干净净。这样一份鸡肉是568，30块钱人民币左右。3个鸡翅是3-4块钱一个鸡翅。这么一大份800克，1斤半480，20多块钱。这是一个比较普通的黑毛和牛，50-60块钱这一份儿。然后这个是美国产的牛肉，大概便宜一半。日本都是国产的好。
国产猪肉，30-40块钱这一份，300克，半斤多一点。你看这个鱿鱼700日元，就是30-40块钱一个大鱿鱼，扇贝啊，980扇贝，相当于一个300日元，20块钱一个。你看，在这个生鲜上面，它都会写有一个消费期限，5月21号之前要吃掉。这个是加热用的，如果是刺身的话会很短，加热用的会稍微长一些。这个是金枪鱼，还不是日本国产的呢。消费期限就是今天，今天必须要吃，今天加工，今天吃，所以非常安全。社长最喜欢吃的就是金枪鱼。相比蔬菜和水果啊，大阪超市里的这些生鲜肉类啊就便宜很多了。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啊，上海超市里那些进口的食品啊都比国产的要贵上不少。而大阪呢，则刚刚相反，最贵的呢都是日本国产的肉类，像是 A5级别的和牛啊是贵到天价了。反而进口的美国和澳洲的牛肉啊才是最便宜的，价格差不多只有国产的一半。所以社长的甘蓝牛肉面啊，只选日本的国产牛肉。这样一盒鸡蛋是238日元，15块钱人民币左右，1块5一个的感觉。养孩子必须要喝牛奶，对吧？这样的1000毫升的牛奶188，10块钱人民币，还是很便宜的啊。这个很有名，日本人基本上算是都会喝的牛奶，明治牛奶。一个238，10来块钱人民币，很便宜。这一大盒不含脂肪的酸奶，158，不到10块钱人民币，7、8块钱。如果说你中午想便宜又想吃的营养丰富的话，就买这种便当，对吧？便当盒很便宜都，你看都几百日元的，比在饭店里吃饭要便宜得多。啊，你看这边宫崎牛的这个国产牛稍微贵一点，然后像这种你看就便宜了400多。这种也非常营养丰富。总结下来说啊，大阪的蔬菜水果价格呢是上海的2到3倍，生鲜肉类的价格呢差不多打个平手，甚至呢还略微有一点点小优势。而牛奶、鸡蛋的价格呢，大阪的优势则相当明显。另外啊，社长要特别提一点，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日本在食品安全方面还是很令人放心的，不用担心有什么苏丹红啊、瘦肉精啊、三聚氰胺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咱们再来讲讲出行。先来说公共交通这一块啊，大阪和上海的公共交通呢都非常发达，大阪甚至发达到错综复杂来形容啊。因为大阪市内不仅有这个地铁啊，还有四通八达的这些电车网。刚来大阪的朋友可能要花点时间才能搞清楚什么 JR 啊、什么阪急啊、阪神啊、京阪啊这些电车公司的区别，对吧？除了便利之外呢，准时准点也是日本公共交通的一大特点。那么可能有朋友就要问了，都说日本坐地铁、坐电车很贵，是不是真的呀？这块市长必须要承认啊，确实会比上海贵一些。上海地铁起步价3块钱6公里，之后呢是每10公里加1块钱，基本上市内交通啊10块钱就搞定了。值得一提的是啊，中国的公共交通之所以便宜，是因为政府每年有大量的公共财政资金用于交通补贴，而这些钱呢，其实也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对不对？反观日本啊，所有的公交公司、地铁公司、电车公司呢，都是要自负盈亏的，票价呢也完全由市场来决定。社长现在在大阪地下铁天满桥站底下，大阪一共有9条地铁。上面写了到哪一站哪一站多少钱，基本上200-300日元吧。在大阪市内移动的话，10几块、20块人民币，比上海还是贵一些的，是吧？另一个有趣的事情是啊，在中国乘坐飞机呢，通常被认为是高收入人群的出行方式，属于高消费。这也是因为政府的交通补贴啊不涉及到航空公司，所以呢，机票的价格基本上也就跟国际接轨了。但是在日本啊，飞机呢很多时候其实是更省钱的交通方式，比如说从大阪飞到东京，机票的价格啊比新干线还要便宜。当然了，如果说大家想追求一个更好的生活，想要有一辆私家车，那可能差距就有点大了啊。上海是咱们全中国最早实行这个汽车限购的城市，对新车的额度啊实行的是拍卖制度。社长查了一下，2022年4月最新的一期车牌的这个拍卖结果，最低的成交价是134900元，真的是车牌比车都贵啊。对比之下呢，在大阪买车则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只要你有停车的地儿啊，想买多少辆车就买多少辆。顺带一提啊，日本的车牌号是可以自由选择的，
只需要多花4000日元呢，也就是200多人民币，就可以任性的选择自己心仪的号码。所以你来到日本之后啊，发现有那么多的888822226666，对不对？这些呢，大概率都是咱们中国人的。说完车牌啊，咱们再来说一说车。社长不得不感叹啊，日本本土买车啊真的是很便宜，尤其是你习惯了中国的汽车价格之后啊，经常在日本有一种半价促销的感觉。比如说中国人最喜欢的丰田阿尔法顶配行政9廊版，新车的价格700万日元左右，折合人民币也就是35万元人民币。这车要是放在中国的话，定价怎么地也得80万人民币起吧？而且这还只是定价，想提车你还得再加20万，还要等很长很长的时间。我们再来看看许多人年轻时候的梦想——东瀛战神日产的 GTR。在日本本土啊，新车价格呢也就是1300万上下，差不多折合人民币60多万，还不到中国卖价的零头啊。这么一说啊，突然感觉好像梦想并没有那么遥远了吧？我要买 GTR。当然了，在大多数日本人看来呢，车子就是个代步工具，所以日本街上看到最多的还是各种各样的经济实用小车，也就是那种660cc 的那种黄牌的小车是最多的。而且日本的二手车市场也非常繁荣。一般来说呢，一个普通上班族1-2个月的工资就可以买到一辆还不错的二手代步车。衣食行都说完了，我们再来讲一讲消费的重头住。就居住来说啊，无非你分为租房还是买房住，对不对？我们先从这个租房来说起。社长在网上查到了上海最繁华的黄浦区的租房价格，一个2室1厅的50平米左右的房子啊，月租大概是6000元左右。作为对比啊，我们来看一看大阪最繁华的北区的租房价格是多少。根据租房网站Sumo的房源信息啊，面积50平米左右的2LDK 的房子呢，月租大概是12万到14万之间，也就是6-7千人民币左右，基本上跟上海持平。但是日本的房子是使用面积，上海的房子是建筑面积。租金是差不多，那么居住体验上有哪些区别呢？首先，日本对于租客来说啊，你住在哪里，你的户籍就在哪里，享受当地包括医疗、教育、养老在内的所有城市福利，完全租售同权。其次啊，日本有专门的法律保障租客的权利，那就是借地借家法。法律明确规定啊，在租房期间呢，房东不得擅自驱赶租客，也不可以随意进入租客的房间。租房合同到期后啊，对于续租或者是退租呢，租客有优先选择权。对于房租的涨租的要求啊，租客也有拒绝的权利。所以呢，在日本完全可以租房过一辈子，根本就不用担心房东要卖房不出租了呀，租了1年突然被提出来要涨房租啊这种情况，更不用说类似于二房东蛋壳包租这样的企业跑路的情况。租客呢直接露宿街头这种荒诞至极的事情啊，在日本是不可能发生的。聊完租房，咱们再来聊一聊买房。如果说租房方面上海还能勉强和大阪一战的话，买房方面那直接就被大阪给碾压了。先抛开房价不谈啊，你要在上海买房，你首先得有购买权，对不对？上海的限购政策太复杂，社长就不多讲了，放2张图上来，大家自己体会一下。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相比之下，在大阪或者说整个日本呢，买房则没有任何的限制，甚至说呢，你不住在日本，也没有日本的签证，也没有关系，只要你有钱呢，你就可以把整条街给买了，对不对？至于永久产权，那是属于正常国家的基本操作。下面呢，我们再来对比一下房价。根据中国房地产协会的数据，上海市的平均房价为每平米7万人民币左右，最核心的黄浦区每平米的单价呢，更是超过了11万人民币。那么大阪市的房价又是多少呢？就拿市场公司自己的物件来说啊，这是一栋位于大阪市难波商圈的新筑物件，旁边呢就是大阪的地标通天阁，属于是大阪的核心地段。该物件啊由日本的顶级开发商建造，一共是13层，拥有72户设施齐全的单间公寓，其中48平米户型的售价是3920万日元，算下来呢每平米是8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呢差不多是4万元。注意啊，这个48平米是实打实的使用面积，不含任何公摊面积。除此之外啊，还赠送7平米的阳台。另外，这每平米4万块钱呢，是包含了精装修的价格，配套的厨房、卫浴设施呢是一应俱全，直接就能拎包入住。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啊，上海住房贷款的利息呢，差不多是5%，按照30年来的这个期限来算的话呢，相当于贷款100万的话，最后要还193万，就是要翻倍。听我说。
而日本住房贷款的利息常年维持在1%以内，而且呢，基本上都可以90%以上的贷款。社长甚至见过最低的贷款35年年化利率是0.4%。算下来呢，就是你借100万，最后呢也只需要还107万。你看看这个资本主义的羊毛，不薅简直太亏了吧？咱们再来说一说教育啊，华人呢都是非常重视教育的，很多人移民呢也是为了孩子的教育，所以两边这个教育啊一定要对比一下。社长这里有一个数据，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对各国15岁学生在阅读、数学、科学能力3个方面进行评估的一个报告，叫做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简称 PISA。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2018年的报告里啊，中国学生的评测成绩高居第1名。不过不要高兴太早，数据呢只是针对北京、上海、江苏、浙江4个地区。仔细想想也并不意外啊，中国学生应该是全世界最辛苦的学生，学习强度之大，远非其他国家能比啊。所以只要智商没有问题，付出了这么多，排名高一点也是合理的。紧随其后的也都是东亚国家，然后呢，日本和韩国并列在第6位，真是东亚3国手牵手，谁先躺平谁是狗。所以不要听别人说日本的学生每天都是玩，根本不学习。孩子送到这个日本上学就废了之类的，日本也是很重视教育的，毕竟教育是日本的立国之本嘛。所以社长认为，上海作为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在教育质量上，准确来讲是教学进度和教学出来的结果上，在中小学阶段可能是略胜于大阪的。但是啊，重点来了啊，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上海的教育质量或者说教学的结果虽然还不错，但是为了获得这个高质量的教育机会，其难度和成本也是远远高于大阪的。就拿公立小学来举例，上海的公立小学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好的公立小学呢，大家都挤破了头想把自家娃送进去，而想上好的公立小学，学区房呢就是最大的门槛。所以对于想赢在起跑线上的父母来说啊，动辄就是几百万人民币的学区房啊，尽管再怎么老破小啊，砸锅卖铁也得买，对不对？而大阪呢，就像社长前面说的，日本是租售同权啊，租房呢就可以上当地的公立小学，而且呢，日本的公立教育资源分配比较均衡，日本政府也不会人为的划分什么重点和非重点学校。公立学校的老师呢都是公务员的身份，完善的师资流动制度啊，使得每隔几年呢，从老师到校长呢都要轮换一遍，保证了高质量的教学水平，能够让所有的学校受益。尽管日本的小学阶段有98.2%的学生都念公立小学，但也有少部分像社长这样的家长选择让孩子念私立小学。大阪最好的私立小学追手门学院小学，每年的学费呢也就是100万日元左右，大概呢也就是5万人民币。这要是放在上海来看，是不是最便宜的私立小学了呢？关于教育啊，社长还有很多想聊的，今天就不展开讲了。总的来说呢，两相比较之下，如果想要获得同等质量的教育机会，在上海要付出的成本是远远大于大阪的。在中国，住房、教育、医疗被称为3座大山。既然对比完了住房和教育，那么医疗的对比也不能少。上海作为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医疗水平呢也是全国最高啊，前提是现在你还进得去。至于日本医疗的发达程度啊，相信大家也有所耳闻。作为日本第2大城市的大阪，其医疗水平呢自然也不在话下。关于两边的医疗水平啊，社长就不做过多的对比。今天主要来讲一讲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上海的医疗水平高是不假，但问题就在于上海的医院呢，不仅仅是看本地区的病人，而且是接受全国各地的患者。任何旅游景点总还有淡旺季，唯独上海各大医院啊，每天都是人满为患啊，就算看个小病也得排长长的队挂号，长长的队候诊，长长的队付费，长长的队取药，对吧？一天看病下来，早已经是精疲力尽啊。那么在大阪看病是什么体验呢？社长总结下来2个字：舒服。得益于日本的这个分级诊疗制度，日本的老百姓啊就在家门口呢就能找到很好的医生，所以说像是头疼感冒这样的小病啊，在附近的诊所即可解决，不会一股脑的往这个大医院跑，对不对？诊所解决不了的呢，再由主治医师推荐转去大的综合医院进行治疗。而且呢，诊所呢也会和医院方面联系妥当，写一封信，对吧？病人呢按照预约时间复诊就可以，不用排长长的队。说完了看病难，咱们再来讲一讲看病贵的问题。前段时间国内有一部以医疗为主题的纪录片非常火，叫做《人间世》。
该纪录片呢在医院实景拍摄，展现了真实的人间世态。让社长印象最深的是第5期抗癌之路的主人翁严红薇。35岁的严红薇啊，比社长小1岁，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靠着自己努力啊，一路读到博士毕业，然后呢进入上海的大学任教，和老公在上海又买了房，结婚生孩子，活成了别人眼中羡慕的样子。然而这来之不易的幸福，随着一场突如其来的乳腺癌戛然而止。癌症有多可怕？它不仅仅是身体上没日没夜的折磨你，心理上的压抑害怕，更是经济上的入不敷出。毫不夸张地说啊，在中国击垮一个中产家庭只需要一场癌症。纵观中国的癌症患者，尽管住院天数啊、总花费啊因病情而异，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是一般来说啊，手术、化疗、放射线治疗啊，还都是可以使用医保的。病人花钱最多的地方就是什么？就是自费用药的部分。而治疗严红薇的病所需要的靶向药帕博西尼呢，就属于自费用药，1粒就是1400元，一盒21粒就要3万多啊！面对有钱就能保命的局面啊，他根本没有能力选择，对吧？严红薇无奈地说：“病了以后还发现黄金算什么？黄金一点都不贵，这个药比黄金贵的多了去了，随便一个什么靶向药都比黄金贵。”在中国，每年都会有很多的家庭因癌致贫，甚至是倾家荡产。国内某家知名的肿瘤医院曾经做过一个调查，结果显示啊，患癌病人会在治疗癌症的过程当中花掉自己毕生积蓄的70%，而这个数字呢，只是一个平均值。平均值也就意味着，除了那些在金字塔顶端的富人啊，那么普通人要花费的已经不仅仅是毕生的积蓄了。甚至呢，要搭上几辈人的积蓄也远远不够。那么在大阪看病贵吗？会出现穷人看不起病的现象吗？日本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实行全民医保的国家之一，普通成年人报销70%，小孩呢是情况全免或者说报销80%，老年人呢报销80%到90%啊。报销范围不仅仅包括这个门诊费啊、医药费，还包括住院的伙食费以及访问看护所需要的这些费用。尽管只需要付1到3成的医疗费啊，但是遇到重大病情的时候呢，也会出现高额的医疗费用。对此啊，日本的医保呢还设有高额医疗制度啊，通俗的来讲就是大病上限制度。社长认为啊，这个才是日本医保的核心价值所在，这保证了老百姓不会因为生病而倾家荡产。举个极端的例子啊，治疗婴幼儿脊髓性肌萎缩症的特效药佐琴司马是世界上最昂贵的药，药价高达1.67亿日元。约合人民币850万元啊！这款药呢，在上市之后呢，就被日本的厚生劳动省纳为医保对象。纳为医保对象已经很了不起了，对不对？那么你在用这款药的时候，是否意味着还要付30%，也就是280万人民币呢？其实不是的。根据高额医疗费制度啊，假设你年收入只有500万日元，也就是26万人民币，那么你每个月医疗费的上限就是107430日元，也就是5000人民币左右。这还没完，假如你一年当中有3个月达到了这个上限，那么从第4个月开始，上限就降到44400元人民币呢，也就是2000多。注意啊，就算是花了再天价的治疗费，几千万上亿，你每个月要负担的也就是2000多人民币。讲了这么多，在大阪生活究竟是不是比上海还要贵？相信呢，有判断力的人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总而言之啊，对于在大阪或者说在日本生活的人来说呢，住房、教育、医疗不是3座大山，这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属于纳税人的基本权利。视频的最后，社长想说的是，其实看一个地方适不适合移民呢，适不适合居住呢，不是看这里有多少高楼大厦，也不是看这里的外卖有多么方便，更不是看富裕阶层生活怎么样，真正要看的是这个地方对弱势群体的态度。他们是有这么一个他们要上哪里去？这个没线上哪去？走！我再告知你一遍，立刻把手机放下。报警啊！报警！报！我们是志愿者。你们不要骂了。基于处罚了以后，要影响你的3代。我们不好意思，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谢谢。当你看到日本街头无处不在的无障碍设施时，
当你看到日本的残疾人都可以自由出行时，当你看到日本优先为老年人接种疫苗时，你就会明白这个社会有着怎样的文明程度，有着怎样的社会底线。至于个人的发展，市长只能说个人的努力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说的直白一点啊，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就算是躺着也会赢。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希望对上海的朋友有帮助。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评论。我是市长刘洋，我们下期再见。